幽灵渔船。那一年，我在海巡队服役，刚满1年。对于日常的任务已经越来越熟悉，从查缉走私、驱离违法渔船，到遇难船只的救援，早已见怪不怪。可有一件事，至今仍让我毛骨悚然，每每想起，都会让心底掀起一阵寒意。那是一个浓雾笼罩的夜晚，能见度极低，海上是一片混沌，我们靠雷达和信标定位，勉强能分辨出航向。晚上10点左右，指挥中心接到一艘渔船的通报，称在距离我们约1小时航程的海域，发现一艘失去动力、漂浮在海面的渔船。诡异的是，那艘船上没有任何灯光，像是一具巨大的黑色怪物，静静地浮在海面上。很可能是遇险的渔船，我们得尽快救援。船长简短地下达命令，我们迅速整备，航向目标海域。航行的路上，大雾越发浓重，海水的拍击声在这样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。导航员根据坐标指引着船舰，终于在午夜时分，我们抵达了通报的海域。雷达显示不远处有一个目标物，我们靠近后，看到了那艘失去动力的渔船。即使在黑夜里，我们仍能看出那艘船极为破旧，船体外观满是斑驳的锈迹，船名早已模糊不清。奇怪的是，即便是最老旧的船只，也应该挂有信号灯或安全标志，但这艘船却没有任何灯光，像是一片死寂漂浮的残骸。有点怪，大家小心点，船长提醒。我们立刻派出一组登船小队，包括我在内的3人，携带照明设备和救援工具，登上了这艘神秘的渔船。一上船，我就感受到一股异样的气息。船上湿滑而破败，随处可见残破的渔网和生锈的器械。我们一边呼喊“有人吗？需要帮助吗？”一边小心翼翼地搜寻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整艘船上空无一人，只有海水拍打船身的声音回荡着。在搜索过程中，我越发感到不安。身后似乎总有一道阴冷的视线，像是有人在暗中注视着我们。我偶尔回头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最让人心惊的是，当我们走过走廊时，能听到不属于我们的脚步声，轻轻的、缓慢的，仿佛有人跟在我们身后。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我压低声音问身旁的同伴阿强。阿强皱眉点头，有点像脚步声，但我们3个都在这，其他人不可能登船。我们加快了搜索的速度，但仍然一无所获。整艘船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宫，每条通道都透着阴森和诡异。我们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，船上的温度似乎也下降了几度。最终，我们确认整艘船上没有任何人，连一点生活痕迹都找不到。这完全不合理，因为一艘渔船不可能在无人情况下漂流至此。我们决定结束搜索，返回自己的船舰。然而，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，我的余光瞥见一个人影。那是一个模糊的身影，站在甲板的另一端，似乎正在朝我们挥手示意。我立即停下脚步，喊了一声：“那边有人。”阿强和另一名队员同时转头，但当我们一起望向那个方向时，那人影却慢慢地消失在浓雾中。这一幕让我们全身冰冷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刚刚明明有人。阿强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。我们迅速跑向那人影出现的地方，但什么都没找到。这时，整艘渔船开始轻微晃动，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搅动。我们不敢再多停留，匆匆回到自己的船上。就在我们准备返航时，那艘渔船竟在我们眼前慢慢消失，仿佛被浓雾吞没一般。整个过程不超过几分钟，当浓雾散开后，海面上已经空无一物。回到指挥中心后，我们立刻查询那艘渔船的编号和相关资讯。当结果显示出来时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那艘船的注册资料显示，它是一艘失踪了30多年的渔船。当年，它在一次台风中失去了联络，船上10名渔民全部下落不明，最终被宣告失踪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
当我们调出失踪渔民的照片时，我清楚地认出其中一人正是那晚在雾中挥手的身影。他苍白的脸庞和照片中的模样一模一样。那次经历后，我们都被调离了前线任务。无论是在梦中还是清醒时，我总能想起那艘诡异的渔船，想起那消失的身影和那不属于我们的脚步声。或许那艘船带着他的故事永远地埋葬在了深海中，而我们成为了这段神秘故事的见证者，再也无法忘记那个浓雾的夜晚。这件事后，我再也不敢轻视海上的传说，因为在这片深邃的海洋中，或许真的藏着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秘密，甚至是灵魂的归宿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